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骨骼在身体表面我们能够找到的踪迹，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骨骼标记。首先第一个是正面，第二个是外侧面，因为我们能够看到一根完整的腓骨，所以呢它是外侧，然后是一个后侧，然后是内侧。接下来我们找一下骨骼标记，那么首先我们找的就是这个髌骨。髌骨除了在后边我们都能够看到髌骨的踪迹，然后胫骨粗隆，胫骨粗隆往两边胫骨的这个大锤子的侧面，这些我们在身体的表面呢都能够看到一些，我们在身体的表面也都伸手都能够摸得到。然后是腓骨头，腓骨头的外侧，然后我们能看到啊，胫骨这里呢中间不是有一条中线吗？这条中线的内侧，就是不靠近腓骨的内侧，是我们所说的皮下胫骨。但是皮下胫骨的这一块呢，它是有弧度的，它是从这边弧下来，中间直一段，到结束的地方还是弧下来，弧下来到哪儿呢？弧下来到脚的内侧踝。所以呢，皮下胫骨它是有弧度的。我们再去找这个小腿部造型的时候，一般小腿部的弧线我们找的是皮下胫骨的造型，而不是说把整根胫骨画弯曲了。皮下胫骨呢，我们只能够从正面和内侧面看到，一直到脚的内侧踝。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外侧啊，外侧这块脚的外侧踝，这个必须也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我们从正面的和背面的外侧踝也都能够看到一些。好，接下来是脚，从这个位置开始，因为脚骨它是一根一根的，我们呢把它先看成是一片，它是一个放射状的，从脚踝这里开始，向脚趾这边呈放射状，由窄到宽的一个特征。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膝脚部的一个骨骼标记，我们在腿部表面就能够找到的一些骨骼标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腿，我们在腿上面找一下骨骼标记，膝盖、胫骨粗隆，胫骨粗隆，在这里呢能看到一点痕迹。皮下胫骨这边也是皮下胫骨，到下面呢有一个往外拐的一个趋势拐到脚的内侧踝，然后脚的外侧踝内侧踝、外侧踝的这种高低差在这里也是能够得到证实。足骨呢就概括到这，拐到脚的内侧踝，脚的外侧踝，在中间出来脚骨。我们在小腿骨上面所看到的这个弧度仅仅是皮下胫骨它形成的一个弧度，它并不是整根胫骨的弧度。脚的外侧踝中间出来足骨，这是足骨，那这就是膝脚部的骨骼标记。下面我们把这个腿部的轮廓给上，在这个腿部轮廓下，我们来看一下这骨骼标记和轮廓之间的关系。这种偏侧面角度的腿我们能看到这个肌肉呢，基本上都存在于胫骨的后方前端呢有很小的一块。我再来看一下偏侧的角度，肌肉基本上都在后边。那么从正面看的话，它左右的差距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从侧面能够看得出来，很明显，比较大块的肌肉都存在于小腿的后边，有我们常说的小腿肚子。这就是小腿上的肌肉和骨骼的分布关系，骨头在前面，肉在后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特征。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这节课我们的重点就是膝脚部的骨骼特征以及骨骼标记。所涉及到的几个知识点呢，膝脚同向，它们同朝向的几个原因，都是因为这几处的小关节它这个活动受限，活动角度很小，也就是它们的位置比较固定，相对比较固定，它没有活动空间，那么它的朝向基本上就是固定的。然后是胫骨上的一些特征，以及腓骨的特征，还有腓骨和胫骨形成的扳手结构卡住足骨。在这节课呢，我们把以上几点掌握好。好的，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大家在画人体的时候还遇到过哪些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